周良运看到这条短信，便立刻猜出这信息一定是叶晨发来的。叶晨在美国有费家帮忙，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成员被他拿捏，拿到自己的手机号也是轻而易举。只是周良运没想到，叶晨时机会拿捏得这么精准。自己手机刚开机不久，他的短信就发了过来。想到这里，他不禁暗忖，莫非叶少爷就在附近？周良运猜得没错，正因为叶晨听到几人对话，知道周良运手机已经开机，所以才让远在华夏的林婉儿用不可追溯的虚拟号码给周良运发来了这条信息，以此来给周良运释放出一个信号，让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救他出去。若是在几分钟前，周良运还不愿意离开美国，按照他的想法，他既然已经被判定有罪，那就要在美国服完刑期，出狱之后再干干净净地回到华夏。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大法官已经当面宣布他无罪释放，他随时可以离开美国，而且不用背负一个逃犯的罪名。于是他立刻回复了一条信息，信息很简单，只有2个字：谢谢。他也知道对方的号码虽然无法追溯，但短信内容已经在美国通信公司的服务器内留存。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其他有钱有势的人随时都可以调取这些信息，所以自己的回复一定不能泄露半点与叶晨有关的信息。回好信息之后，周良运放在手机，有些疲累地说道：感谢诸位这些天的付出，不过既然我现在已经无罪释放了，那就请你们都离开吧，我想一个人休息一下。大法官见时间已经很晚了，便开口说道：好的，周先生，你先好好休息，和解的事情让你休息好之后，再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律师来跟你谈，或者让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直接跟你谈也行。周良运不想再与他多费口舌，于是便点头说道：行，改天再说吧。大法官一行随后便告辞离开。FBI 的负责人也拿出一纸协议，对周良运说道：周先生，麻烦签一下这份文件，证明在我们奉命保护你安全的整个过程中，你的生命和健康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周良运点点头，提笔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其他的 FBI 也都开始收拾自己的装备，计划在10分钟后撤离。既然周良运已经宣布无罪释放，并且他对 FBI 的撤离没有任何其他意义，那他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就和 FBI 无关了。此时此刻，1707病房的钟永博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在他看来， FBI 只要撤离，自己抓住周良运简直易如反掌，自己只要把他控制起来，带到天台，剩下的就交给陈志民了。正想着，陈志民用破清会自己的软件给他发来一条信息，内容是：钟永博，属下已经做好安排，直升机稍后就降落医院顶楼。另外，我也已经买通了周彼得的好友，让周彼得以为直升机是其好友的安排。待直升机降落之后，他会前往顶楼，您尾随其后，静观其变。如果他察觉到异常，您就直接将他抓上直升机。钟永博诧异地回了一条信息：就这么简单。陈志民回复道：没错，就这么简单。钟永博疑惑地回道：这么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英主何须让你我2人协力？以你的能力，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陈志民回复：您说的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如果中间有意外情况，以属下的能力，未必能做到万无一失。英主让您过来，想必也是为了多一道保险。钟永博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他还是不太相信这个任务可以这么简单就圆满达成。于是他便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盯紧那个姓周的，也一定要对周围的环境小心小心再小心，千万不能有任何纰漏和差池。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在了曼哈顿医院顶层的停机坪上。直升机的驾驶舱内，除了飞行员之外，还坐着陈志民。陈志民是按照叶晨的要求，提前驱车与飞行员碰头之后，乘坐直升机一起抵达曼哈顿医院的楼顶。直升机刚刚落地，陈志民便对飞行员说道：直升机不用熄火，你先走，我在这里等着就好。
飞行员一脸疑惑地问道。陈总，您会驾驶直升机吗？陈志民淡淡道。废话，我要是不会，干嘛还让你先走？飞行员并非破青会的成员，他只是安家旗下一家通航公司的飞行员罢了。他工作的公司以及他驾驶的直升机都是安家的产业，而且这家通航公司一直也都归属陈志民管理，所以飞行员更不敢忤逆他的意思。于是飞行员连忙说道：好的，陈总，那我就先走了，您有事随时叫我。说罢，他摘下降噪耳机，在直升机的轰鸣之声下，向陈志民摆了摆手，拉开舱门跳了下去。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让17楼的钟永博打起了12分的精神。他心知周良运有可能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便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1701病房里的周良运身上，生怕这个人再有任何变故。这时 FBI 也已经收拾好了装备，正准备陆续撤离。叶晨很清楚，钟永博的灵气主要都在监控1701病房以及病房内的周良运，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同时监控很多人，所以他便大摇大摆地从1708病房离开，先去了急诊，然后还是故技重施，乔装打扮成医生，从急诊上来，直接去了1701病房。快到1707病房的时候，叶晨能感觉得到钟永博正在用灵气监控着自己，不过他倒是不担心，因为之前他就已经与钟永博有过交集，自己应该不会引起他的怀疑。于是他在1707病房门口停下脚步，轻轻扣了扣门。钟永博很快从里面将门打开，警惕地问叶晨：有事吗，医生？叶晨道：先生您好，陈总让我送1701的病人去天台，他交代我要我先跟您打个招呼，说是直升机已经在楼顶准备了，让您也跟着一起走。钟永博皱眉问道：他还说什么了？叶晨摇摇头，其他什么都没说，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吧，我只是代他给您传个话。钟永博看了看叶晨，见他一点也不像说谎的样子，便以为这都是陈志民的安排，毕竟陈志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具体计划，这与叶晨说的也刚好能吻合到一起。在他看来，陈志民就是让他过来隐晦的给自己传个话，好让自己有所准备，一会要是安排自己跟周彼得都坐他的直升机，那这件事就可以算得上是水到渠成了。想到这里，他便对叶晨说道：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忙活陈总交给你的其他事吧。叶晨点点头，告辞之后便继续向来到1701门口。站在门外，叶晨敲了敲门，随后开口说道：周先生，您的朋友来接您了，直升机就在天台，他让我现在就来带您上去。周良运瞬间便听出了叶晨的声音，于是赶紧将房门打开，看着一身医生装扮的叶晨，心里顿时松了口气，连忙问他：现在就上去吗？叶晨点了点头，笑道：他已经在上面等着您了，我送您上去吧。周良运立刻说道：好的，那就辛苦你了。紧接着周良运便带着自己的随身物品，跟着叶晨走出病房，走向电梯间。一进电梯间，周良运便想要询问叶晨四方宝状的消息，叶晨没等他说话，直接将书好一行字的手机递给他。周良运接过看了一遍文字，立刻将手机递还给他，同时表情坚定地向他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而另一边，两人前脚刚进电梯，钟永博后脚便从病房走出来，快步赶到电梯厅，乘坐另一部电梯上了顶楼。当他来到天台上时，叶晨已经带着周良运走向那架直升机。叶晨顶着直升机旋翼那巨大的风力，把周良运送到了直升机舱门外。周良运正要上去，却忽然意识到不对劲，连忙顶着巨大的引擎声，对着叶晨大喊道：这不是我朋友安排的直升机。叶晨也同样大喊道：周先生，这就是您朋友安排的，您抓紧上去吧。不，周良运坚定地摇了摇头，开口道：这不是我朋友安排的，我还是自己坐车走吧。说罢，他转身便要离开。跟在后面上来的钟永博
眼看周良运马上就要上直升机，却又忽然转头，便意识到周良运一定有所察觉。不过这种时候，就算周良运察觉也没用了。他在钟永博的眼中，简直就如蝼蚁一般。他现在就可以走上前去，轻松地将周良运带进直升机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快走几步，迎着周良运便走了上去，将周良运堵在了直升机舱门之外。周良运见前路被挡，立刻质问道：“你是什么人？”钟永博微微一笑：“周先生，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乖乖跟我上直升机。”说罢，他不等周良运回应，立刻伸出手去，打算直接将周良运抓上直升机。眼下的情况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阶段，钟永博知道，只要自己把周良运带上直升机，任务基本就算是完成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绝不可能给周良运机会逃走，而且他也完全没将周良运放在眼里，因为他看得出周良运没有任何修为，这种人在自己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可就在钟永博以为一切已成定局的时候，一旁距他还不足2米远的叶晨忽然在一瞬间释放出极强的灵气，他将所有灵气灌注双手，以最快的速度在眨眼间便冲到了钟永博的面前。钟永博注意力都在周良运身上，根本就没想到周良运身边的医生竟然是一名一直隐藏着灵气气息的高手。一瞬间，他吓得魂飞魄散，也急忙调动全身灵气准备迎战。可叶晨毕竟先发制人，而且实力超他一头，所以当叶晨第一时间用灌注着强大灵气的双手死死将钟永博双臂自两侧抱住的时候，强大的灵气与躯体合二为一，仿佛一只钢铁做成的超强铁钳，将钟永博死死钳住。钟永博顿时大惊，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就钻进了这个假医生的陷阱。惊恐不已的他，一边用尽全力抵抗，一边高声怒吼道：“无耻小人，不讲武德，竟敢偷袭我！我要杀了你！”说罢，他全力运转灵气，想要挣脱叶晨的束缚。可是叶晨上来直接将他死死控制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叶晨拼力量，但却根本不是叶晨的对手，无论他怎么挣扎，都依旧动弹不得。叶晨此时冷笑一声，在他耳边高声道：“钟永博士吧，你记住，今日送你上路的是叶长英之子叶晨。”钟永博一听这话，整个人瞬间大骇，冷汗已经控制不住的流了满脸。电光火石之间，他下意识的大吼道：“小子，你以为实力高我一层就能杀我？看我开泥丸功！”说罢，便开始运转心法，准备开泥丸功自救。可叶晨此刻却是冷笑一声，鄙夷的说道：“你开你吗？”说罢，他双臂猛然用力，竟然将钟永博的身体奋力向着上方举了起来。正在运转心法的钟永博心里还在诧异，这小子明明实力比我强不少，为什么不与我斗法，一直死死抱着我？这究竟是什么诡异打法？刚说完，他感觉头顶忽然一凉，仿佛头顶的头发瞬间消失了一般。疑惑间，他猛然间回过神来，惊恐至极的他下意识抬头向上看去，霎时间，他的额头便传来一阵剧痛。原来直升机那飞速旋转的旋翼已经近在咫尺，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便将他额头连带着头骨硬生生削去一层。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叶晨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要与自己斗法，他是要用这急速运转锋利如刀的直升机旋翼直接将自己斩首。他实力虽强，但脖子也不是这直升机旋翼的对手，而身体又不是叶晨的对手。此刻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叶晨把自己越举越高。极度恐惧的他在最后一刻崩溃大喊：“姓叶的，你好毒的手腕！”下一秒，他的脖子便被那巨大的旋翼瞬间斩断，那不甘的头颅被旋翼巨大的力道甩出数米高。几秒钟后，砰的一声，重重落在地上。